欢迎来到烧麦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。这里是主要内容：青春环游记杨洋，但梧桐的礼物却令他们尴尬。青春环游记这档综艺节目自从开播以来就深受关注，尤其要说的是第二季，贾玲、范丞丞、杨迪、周深、郎朗5位组成的春游家族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。自从第二季播出之后，全网就开始催播第三季，因为大家真的被这5位圈粉了。在第三季的嘉宾阵容曝光之后，很多观众真的是又惊喜又忧伤。这一季除了贾玲、杨迪、范丞丞3位之外，还新增了宋小宝、汪苏泷、杨洋。对于这3位新成员来说，观众可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，而且每一位都是惊喜。作为喜剧演员，宋小宝演过太多的小品，而且也演过影视剧，自己还当导演拍过电影。除此之外，宋小宝还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节目，每一次都能给节目增加很多的笑点。这一季能有宋小宝的加入，那节目就有了3位综艺咖，这么一来，节目的笑点最起码是有保障的。汪苏泷这2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的，参加了很多的真人秀。尤其要说的是50公里桃花坞，汪苏泷的表现真的是太圈粉了。他不仅给节目提供了很多的笑点，而且他的高情商也是被全网看到了。说实话，综艺节目不就是需要汪苏泷这样有笑点、有情商的明星做常驻嘉宾吗？杨洋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已经顶流了很多年了。不管是颜值还是人气，杨洋都相当在线，到了任何一档综艺都是香饽饽。杨洋自从《花儿与少年》之后就不参加综艺了，5年后也就只参加了一个元气满满的哥哥。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杨洋能来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。其实杨洋能参加《青春环游记》一点都不奇怪，毕竟这是吴彤导演的节目。大家都知道，杨洋和沈腾、沙溢3人都是军艺的。沈腾和沙溢都是吴彤导演综艺里的常驻嘉宾，而且他们也经常会在节目中 cue 到杨洋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年杨洋并没有和吴彤导演合作，但他却是节目中最多提到的名字。有了这3位新人的加入，观众自然是相当欢喜的。不过，少了周深和郎朗之后，大家总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。其实观众越是舍不得周深和郎朗，越是说明第二季节目做得有多么成功。说实话，换人之后的第3季节目还是让人非常期待的。毕竟现在的嘉宾阵容比起上一季来说是更加豪华的，不管是搞笑担当的配置，还是门面担当的配置，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综艺界的天花板。然而《青春环游记》的运气是不太好的，开播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整改。作为一档娱乐性极强的综艺节目来说，减少游戏娱乐部分，增加正能量和文化推广，这无疑是自掘坟墓。不出所料，为了应对这突然起来的整改，这一季的前2期节目被剪得面目全非。节目时长变短，游戏环节变少，广告密度变大，很多细节部分剪辑不连贯。观众期待了好长时间的第3季开播就被观众各种吐槽。按照正常逻辑，一档综艺节目前2期要是翻车的话，后期想要逆袭是非常难的。不过，对于《青春环游记》这样的老牌综艺来说，大部分观众还是愿意再给一次机会的。在第3期上线之后，作为节目老粉的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再次追了起来。恕我直言，幸亏我追了，要不然真的是会后悔的。这一期的节目时长是正常的，而且游戏环节也很多，而且每一个都相当爆笑。实话实说，即便是把这3季的所有节目都拿出来，这也绝对是堪称封神的一期节目。《青春环游记》第3期逆袭全靠这3人，但吴彤的礼物却令他们尴尬。第一，宋小宝。在前2期的节目中，宋小宝和贾玲、杨迪之间的配合是没有默契的。这期节目就不一样了，
春游家族来到了东北，可以说是来到了宋小宝的地盘了。除了地域上的优势之外，这次杨迪、杨洋、范丞丞三位都扮上了宋小宝的装束，贾玲这次也是扮上了海燕。对于宋小宝来说，这期节目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，能够瞬间让他和老成员之间拉近距离。当宋小宝的搞笑开关打开之后，这一期的笑点可以说是瞬间翻倍。不得不说，宋小宝真的是融入到春游家族了。第二，杨洋。杨洋作为一个偶像明星，原以为他来这档节目就是纯粹的门面担当，谁成想看了这期节目才知道，杨洋是有喜剧天赋的，而且没有一点偶像包袱。相比之前的花儿与少年和元气满满的哥哥来说，《青春环游记》中的杨洋才是最真实的、最快乐的。在本期节目结束后，杨洋登上了热搜，他真的是彻底解放天性了，太放飞自我了。除了毫无偶像包袱的认真搞笑之外，杨洋还在节目中展示了他的个人才艺，比如他可以把腿直接掰到自己的脑袋上，他还可以下腰过杆赢了身体非常柔软的小姐姐。实话实说，杨洋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。我敢说，杨洋这次是颠覆了很多观众对他的认知。通过这次的节目，大家才知道，原来杨洋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才艺。第三，汪苏泷。或许有些观众会说，汪苏泷在这3期节目中的贡献并不大。当然，这一点我也是承认的。可是这一期能逆袭还真和汪苏泷有很大关系的。在这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吴彤导演就说了，这次来到了汪苏泷和宋小宝的家乡，所以这次的旅程都由2人来规划和安排。既然这期的所有内容都是汪苏泷和宋小宝想出来的，那他俩自然都是最大的功臣了。这一期的节目能在口碑和收视率上完成一个大逆转，3位新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。杨洋也说了，来到东北之后，他被这里的热情所感染，一下子就和大家成为了一家人。没错，这期节目之所以好看，就是因为新春游家族之间的关系更熟络了。除了笑点十足之外，在这期节目中，吴彤导演还送了春游家族一个特别的礼物。这个礼物相当珍贵，对贾玲、范丞丞、杨迪3人来说，看了之后能感动到哭。但是这个礼物对杨洋、宋小宝、汪苏泷3位新人来说是不友好的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尴尬。这个礼物就是以春游家族为主题创作的稻田画。当所有人站在高塔上观看到这样壮观的礼物之后，心里自然是非常激动的。只是这幅稻田画中的5位分别是吴彤、贾玲、杨迪、范丞丞、郎朗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幅画之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相当震撼的。当我平复心情再去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吴彤导演的情商是有点下线的。这一季的春游家族是全新的阵容，让现在的春游家族去参观前春游家族的稻田画，这真的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对于吴彤在这期节目中表达的正能量主题，我是心生敬意的，但他确实没有照顾到3位新人的感受。看了节目中的介绍，我很清楚，种植这样的稻田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从照片的5位成员来看，当时周深都没来节目组就预定了，这么长时间的铺垫，吴彤导演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。然而，我觉得吴彤导演放弃这一趴或许是更好的，毕竟对于观众来说，这个春游家族是不完整的。不管是站在第2季的角度，还是站在第3季的角度来说，这都是一个不完整的家族。当吴彤、贾玲、杨迪、范丞丞4个人在激动地回忆上一季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听到宋小宝和杨洋的话？当时宋小宝听了他们的聊天之后才恍然大悟，你们几个呀？双引号。杨洋说，我看了半天，我还数人呢。双引号。从宋小宝和杨洋的话语和表情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多么期待这幅画中有自己啊。
可惜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看着委屈的宋小宝和杨洋，我都觉得他们可怜。其实吴桐的情商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比如在上期节目中，吴桐介绍123木头人的时候，说了一个当下很红，相信很多观众都听出来了。吴桐显然说的是现在热度挺高的韩剧《鱿鱼游戏》。当吴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杨迪非常机智地对他进行了一顿对。杨迪说：“当下很红，这就是我们的童年游戏，怎么当下很红呢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游戏。”很显然，杨迪是为了保护吴桐和节目组不被骂才这么说的，他的情商真的是太高了。然而，吴桐的情商就有点低了，他居然没有听懂杨迪对他的保护和提醒。吴桐直接把杨迪这番话剪到了正片中，而且还加上字幕当成笑点来剪辑，不得不说让人看得非常尴尬。作为《青春环游记》的老粉，我真的想奉劝吴桐一句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大家都知道，一档综艺节目想要做起来很难，但是垮掉往往就在一瞬间。我承认吴桐导演的《王牌对王牌》《青春环游记》《我就是演员》等节目都做得很棒，可这些节目的爆火都离不开常驻嘉宾的给力。比如谁都知道《王牌对王牌》全靠沈腾和贾玲两个人在撑着，《青春环游记》全靠贾玲和杨迪撑着。沈腾、贾玲、杨迪，他们在任何一档综艺节目中都能扛起笑点，都能把节目带飞。请写评论告诉我们您欣赏哪些演员和歌手，您目前期待或期待哪些电影，甚至是外国电影。我们将为您带来有趣的热点资讯和精美图片。请点击订阅按钮，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